男人拉扯着女人想将其掳走，看他不配合反手就是一巴掌。达里尔见情况不对，果断地抽出短刀，一刀便将男人的同伴解决掉。而男人看到同伴被杀，直接是朝着他扣动了扳机。达里尔被击中后当场倒地，而领头的男人见人没杀死，便想着上去补刀，眼瞅着自己要命丧于此。好在这时女人出手了，一棍子便将男人打翻在地。达里尔起身拿起了短枪，就想着解决了对方，但玛丽却让他别浪费子弹，直接抄起长刀洞穿了男人的胸膛。解决了男人后，玛丽对着达里尔表示了感谢，而达里尔这时才感觉到自己脸颊的疼痛，肯定是被刚刚的子弹擦伤了。他让玛丽把急救包拿过来包扎下，却不曾想两个老六对视了一眼后，当场就撕掉了伪装。这一棒子给我弩哥打的差点看见太难。恍惚间，他看到两个老六正在搜刮着他仅有的物资，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两人打一开始就是扮猪吃老虎的主，自己还是阴沟翻了船。迷离之际，他隐约间看到了一个人影朝着这边走来，而搜刮完他物资的女人处理完其中一个尸体后，便将目光看向了他。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将俩人给惊走了，正是那道身影开枪赶走了他们。还没等看清是谁救了他，达里尔便彻底的昏死了过去。在昏迷中，他看到了朱迪斯和卡罗尔的身影，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寻找瑞克的承诺。睁开眼睛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十字架雕像，旁边还有不少的工具，在不远处还有两个修女打扮的人在交谈着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个修女便拿着烧红的烙铁朝他走来，其中一个直接用木头塞住了他的嘴巴，而另一个则是用烧红的烙铁灼烧着他的手臂。Eh bien. Attention, ne bougez pas. Courage. 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修道院，本来已经醒了的弩哥再次吃痛晕死了过去。等到第二天清晨，达里尔渐渐醒了过来，这是他这半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旁边有个给水桶加水的修女，想必应该就是他救了自己。女人见他醒了，便温柔地询问他好些了吗？接着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介绍自己名叫伊莎贝尔，并表示达里尔的手臂被尸毒入侵，如果想要留下手臂，那灼烧是治疗的最好方法。接着伊莎让他抬起手臂，他要检查下伤口的恢复情况。而弩哥也从他口中了解到了不少信息，得知自己身处在一个偏远的修道院里。末世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修女生活在这里，但10多年过去，人越来越少了，剩下的人靠着种地拾荒活到了现在。You're from America? A place called Commonwealth, right? Found your tape recorder. How did you come to be in France? Bunch of bad decisions. 伊莎也听出了达里尔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便也没有再追问，只是告诉他伤口还没有好转，注意保持干净，避免感染。I'll be back for the dressings. Monsieur Dixon. Daryl. You call me Daryl. Enchanté. 听着房门被关上还有上锁的声音，达里尔知道这是对方不放心他的缘故，他也没有在意，直接起身走到了窗边，想看看外边的环境。只见外面有几个修女在和一个小男孩嬉闹，他有些纳闷，修道院里怎么还有个孩子？接着他脱下衣服准备洗个澡，这时他看到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信仰，有耶稣、圣母、佛像、八卦镜等等，琳琅满目的，直接给他看傻了眼。这帮人到底是信啥的？想着想着他便睡着了过去，不料再次梦到了他在海上漂流的场景，可这次却没有了救生筏，体力不支的他渐渐的开始沉入海底。好在他及时清醒了过来，这要是洗个澡被淹死，到了上帝那他都不好报道。这时身后响起了开门声，他扭头看去，只见伊莎抱着一些衣服走了进来。弩哥一瞅，当即便害羞的扭过了头，倒是伊莎却大大方方的走了过来，还拿出了药膏要擦拭他额头的伤口。So you've kept all your options open. Over the years, our abbey has become part of a group called l'Union de l'Espoir, means union of hope. Open to all messages of faith and perseverance. 按照伊莎的说法，他们认为丧尸危机是上帝降下的惩罚，是对人类信仰是否虔诚的考验。只要信仰不灭，拯救就会降临。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达里尔的内心始终毫无波动，他压根就不信这些。这时伊莎看到了他后背的疤痕，询问是怎么造成的。达里尔犹豫了下后，便告诉他自己的爸爸是个烟鬼。伊莎听他这么讲，便明白了。You have syringe? Me? You son? Brother? I had a sister. Looks like you have some too. 疤痕被发现的伊莎显得很是慌张，看样子她的背后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为了转移话题，她提议带达里尔在修道院里逛一逛。
10分钟后，达里尔穿上了背带裤，在伊莎的带领下参观起了修道院。他告诉达里尔，在对面的院子是修女居住的地方，男士禁止入内，但劳伦例外，就是达里尔透过窗户看到的那个小男孩。伊莎解释，劳伦是个孤儿，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路过的修女看见达里尔时都显得很是拘谨，看上去好像很害怕他这个陌生人。这时，路过的一个房间引起了达里尔的兴趣，只见房间里摆放着大大小小不少的冷兵器，看上去都是中世纪风格的。伊莎告诉他，虽然她们只是修女，但是平时她们也会进行训练，练习各种武器，这也是他们在末世存活至今的原因。这时达里尔注意到武器柜旁边还有个小屋子，这是神父办公的地方。达里尔发现里面竟有一台无线电设备，当即就想着借用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家里。可伊莎却表示等他身体好一些了再说，现在不用太着急。达里尔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伊莎将房门关上后还用钥匙将房间锁上了。达里尔看到这一幕心里有些纳闷，但也没有开口询问。不多时，伊莎带着他来到了外面。他告诉达里尔，修道院的土地都被开垦，种上了一些粮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未来这里不再为吃的而发愁。说话的时候，伊莎看到院长向他示意有事要谈，于是他让达里尔在这里等一下，过会儿会有人给他送来早餐。这时一个修女端着早餐来到了他身边，有些局促地放下东西后，便匆忙地离去，全程连句话都没敢说。等修女走后，达里尔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开始吃着早餐，而让他没注意到的是，对面的小男孩正紧紧地盯着他，他似乎对努哥相当的好奇，无论达里尔做什么，他都学着照做。此时的达里尔看向了2楼的伊莎和那个年迈的修女，发现他们总是时不时地看向他，而事实伊莎确实在和院长讨论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似乎在寻找一名朝圣者，而伊莎自从见到努哥与敌人搏斗后，便认定达里尔就是他们要找的那名朝圣者。他们仿佛有着某种宗教的信仰，而朝圣者大概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这时下面的努哥发现了对面的小男孩，看到他在模仿自己，也没往心里去。过了一会儿后，小男孩主动地走了过来跟他打招呼，放下一个魔方让他试试。努哥有些诧异，这孩子好像不像其他人那样害怕他。 Not really good at shit like that. No? No, I'm quite good at shit like that. Math, problems, science, music, geography. Also, I know all the countries and capitals from back before time. Perjean taught me everything. Pardon my manners, monsieur. I'm Laurent. Pleased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俩人正式的握了握手，也算是认识了。接着劳伦特像个小大人一样询问起了他法国人口的问题，这让达里尔有些纳闷，自己一个美国人上哪知道法国的人口去。见他不说话，劳伦特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表示以现在法国现存的人口要回到当初，恐怕要花费6、7代人的时间，想想都觉得蛋疼。听他这么苦大仇深的，达里尔木讷地说了一句自己讨厌数学。这时劳伦特询问起了达里尔是否有家人，这孩子好像能感受到达里尔心底的悲伤，表示从努哥的眼中看出来他非常渴望回家。 Not to despair, Monsieur Dine. But you deserve a happy ending too. 听到这句熟悉的话，达里尔瞬间愣在了当场。这句话当初朱迪斯也对他说过，难道是巧合吗？这俩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交集。顾不上他在想什么，劳伦特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Now we try. 与此同时，之前抢走努哥物资的爷孙俩正在赶着路。玛丽一边翻看着从努哥那里抢来的翻译字典，一边教着爷爷说英语。这时一阵引擎轰鸣声从后面传来，俩人赶忙让开道路，可不曾想车子竟在他们旁边停了下来。然后从车上下来了3个男人，一瞅这模样就不是什么善茬。 On cherche 2 hommes. Apparemment, ils seraient passés par cette route là il y a quelques jours. Désolé, monsieur, on n'a rien vu. Merci. 老头以为自己糊弄了过去，可不曾想男人拿走了他的拐杖，转身就是一榔头。老头被打得满嘴鲜血，可刺青男并不想放过他，还悠闲地表示提供消息有奖赏，撒谎的话就会受到惩罚。听到这话，玛丽开口说道。 Il y a un mec qui est venu pour nous dépouiller et il y a 2 types comme vous qui sont venus nous aider, c'est tout. Et après? Après, on est parti, on s'est enfui. T'es mort de trouille. Ça s'est passé où?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C'est quoi la récompense? 男人听后笑了，这老家伙满嘴谎言，还敢跟他要奖赏，他直接抄起拐杖狠狠地刺了下去。等玛丽看到爷爷的惨状后，吓得她连鼻涕泡都出来了。Allons-y là-bas. Maintenant.
2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之前的庄园，看着手下的尸体，刺青男顿时怒火中烧。C'est mon frère? Il est où, Michel? 玛丽一听，当即就傻眼了，没想到另一人是这人的弟弟。这要是被对方知道是自己杀了他的弟弟，那还能活吗？就在男人大声呼喊弟弟的名字时，一旁的走廊里传来了易拉罐的声音。很快，一个胸口插着长刀的丧尸走了出来。刺青男看到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玛丽则心虚的快速思索着对策。刺青男上前抓住杀害弟弟的长刀，然后掏出了一把短枪，亮出了上面的刺刀，深深的看了弟弟一眼后，便送了他最后一程。抱着弟弟悲痛了好一会儿，他才将其轻轻地放在了地上。Qui a fait ça? Un Américain. 为了活命，玛丽把责任全都推在了达里尔的身上，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无辜的吃瓜路人。这时，一旁的小弟发现了一张纸，正是修道院的宣传单。他们猜测应该是修道院的修女将那个美国人救走了。刺青男吩咐手下召集人手，准备直接去修道院里找达里尔复仇。Miséricorde. D'avoir le